大家好，今天我们讲一下解决 Adobe 软件弹窗提示的几种详细方法。有很多朋友在使用 Adobe 软件，比如 PR、PS 等软件的过程中呢，经常会出现如下的弹窗提示。此弹窗提示的大意是 Adobe 软件已被禁用，或者是 Adobe 软件不久将会禁用。出现这些弹窗提示的问题，通常是由于触发了软件的版权验证机制的原因，最终导致软件无法使用。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3种方法。在操作之前，我们需要提前下载并安装好相关的软件。现在我们就看到的呢，就是需要下载和安装的软件。除了第一个软件 Everything 需要我们下载之后呢，解压缩进行安装之后才能使用。剩下的这些软件呢，我们解压缩之后呢，直接就可以应用，无需安装。这些软件的下载地址呢，我会放到视频下端的注释栏。我们同样呢，也可以通过下方这个百度网盘呢进行下载。我已经把所有的软件下载到了 D 盘，并进行了解压缩和相关软件的安装。下面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操作过程。方法1就是使用防火墙规则。这种方法主要是将 Adobe 相关的程序呢添加到系统防火墙中，禁止其联网，从而能够有效解决弹窗问题。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一次性设置，即可永久解决弹窗问题。缺点就是禁止联网后无法使用 Adobe 相关程序的在线功能，比如生成式填充、神经网络等等。1. 全手动添加防火墙规则。我们在任务栏搜索窗口输入 Windows Defender， 我们点 Windows 防火墙这个程序，我们点启用或关闭 Windows 防火墙，把专用网络设置启用 Windows 防火墙，公用网络设置启用 Windows 防火墙，点确定。我们点高级，我们首先建立一个入站规则，点入站规则，点新建规则，选程序，点下一页，选此程序路径。我们以 PS2025 为例，找到 PS2025 安装的文件夹，选中 Photoshop.exe 这个文件，选打开，选下一页。这里头呢，我们选主旨连接，点下一页。核实应用规则，我们把这3项全选上，点下一页。名称我们可以随意选，在这里头呢，我起个名字叫 PS2025 入站规则，点完成。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PS2025 的入站规则。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再建一个出站规则，点出站规则，点新建，点程序，下一页，选此程序路径。同样，我们浏览选择 PS2025 安装的路径，选中 Photoshop.exe 这个文件，选打开，点下一页，选主旨连接，点下一页。核实应用规则，我们把这3项都选上，点下一页。名称呢，我们随便起一个，在这里呢，我起一个 PS2025 出站规则，点完成。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PS2025 的出站规则。这样就完成了手动设置防火墙的设置。需要注意的是，每个软件都要同时添加出站规则和入站规则。还有就是应该把所有已安装的 Adobe 相关软件全部添加到防火墙中，否则如果是有遗漏的软件，还会产生弹窗提示。
全手动防火墙设置的优点就是无需下载任何软件，手动即可完成。缺点就是添加比较麻烦，工作量比较大。以上就是完全手动设置防火墙的方法。2. 半手动添加防火墙规则。在任务栏搜索窗口，我们输入 Windows Defender， 点 Windows 防火墙这个程序，我们点启用或关闭 Windows 防火墙。在专用网络设置当中启用 Windows 防火墙，在公用网络设置中启用 Windows 防火墙，点确定，关闭防火墙程序。找到 Adobe 软件安装的目录，最好是将 Adobe 软件全部安装在同一目录下，比如把 PS、PR 等等安装在同一目录下，这样便于以后的操作。下面我找一下我安装的 Adobe 软件的安装目录，点吸盘，点 Program Files， 点 Adobe。我所有的 Adobe 软件都安装在了这个目录下。我们把找到的 Adobe 软件安装的目录，点右键把它复制下来。复制完之后呢，我们点桌面的 Everything 这个软件。这个软件呢需要提前安装好，双击运行。运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小窗口呢输入我们刚才找到的你安装 Adobe 软件这个目录这个路径。输入之后呢，我们打入斜杠空格，这个空格一定要记住啊，中间有个空格，斜杠空格星点 exe， 这样呢，这个软件就会把 Adobe 下的所有的 Adobe 软件 exe 的应用程序呢全部找出来了。它的目的就是把你安装的 Adobe 目录下的所有.exe 的可执行文件呢全部找出来了。找出之后呢，我们点编辑全选，我们把这个窗口呢放到这儿，不要动。我们进入到 D 盘，找到我们下载的 Fire Aper Black 这个程序，进入到解压缩后的这个文件夹，在这个文件上呢点右键，选呢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我们在这个 Fire Aper Black 这个软件上呢，点出站规则，回到 Everything 这个软件，把刚才选中的所有内容用鼠标的左键点住，拖动到出站规则这个窗口内。这样呢，我们就把 Everything 内所有的软件呢都拖动到出站规则这个窗口内了。我们同样点一下入站规则。再把 Everything 刚才我们全部选中的文件呢，按住鼠标的左键拖进来。这样呢，我们就把所有的文件呢拖入到了出站规则和入站规则这两个选项当中。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半手动设置防火墙的设置。我们在 Fire Aper Black 这个程序当中呢，我们可以呢点这个删除选项，可以删除出站规则和入站规则。我们同样呢也可以点这个加号呢，增加出站规则和入站规则。半手动设置防火墙规则的优点是，能够一次性把所有 Adobe 软件添加到防火墙中，而且可以随时增加或删除软件出入站规则。它的缺点就是需要下载相应的软件。3. 全自动添加防火墙规则。我们进入到 D 盘，进入到解压缩后的 WinMaster Black 这个文件夹，我们选中 WinMaster Black .bat 这个文件，点右键，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当出现这个窗口之后呢，我们选0，敲回车。等待程序运行完成。
当出现下面这行提示的时候，就证明已经完成了自动添加防火墙规则的设置。我们点上面这个叉关闭此窗口即可。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自动添加防火墙规则的设置。它的优点就是全自动化安装，无需查找软件安装的目录等等操作。方法2，修改 hosts 文件。这种方法是通过修改系统的 hosts 文件来屏蔽 Adobe 软件连接服务器。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可以正常使用 Adobe 软件的在线功能，缺点是需要及时更新 hosts 屏蔽的内容。1. 全手动修改 hosts 文件。我们打开谷歌浏览器，在地址栏内输入如下地址。在打开的页面内呢，我们按 Ctrl+A 选中全部文件，点鼠标的右键，选复制。我们进入如下完整路径的文件夹内，我们点此电脑，点吸盘，点 Windows 这个目录，点 System32 这个目录，继续点 Drivers 这个目录，继续进入 etc 这个目录。进入到这个目录之后，我们选中 hosts 这个文件，点鼠标的右键，选属性。我们在常规这项里头，把只读选项给它取消，点应用。我们继续点安全选项，在主或用户名当中呢，选第一项，我们点编辑。我们继续选主或用户名当中的第一项，在下面权限的窗口内，我们找到写入，把后边的允许选项呢打上勾，点应用，点是，点确定，点确定。回到这个窗口之后，我们摁住 hosts 文件，用鼠标的左键摁住之后，把此文件拖动到桌面。拖动到桌面之后呢，我们选中 hosts 文件，点鼠标的右键，选用记事本打开。我们把鼠标移动到代码的最后一行，点鼠标的右键，选粘贴，把刚才我们打开那个网页复制的内容呢，全部粘贴过来。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粘贴后的内容。我们继续点文件，点保存，点退出。这样我们就把刚才修改的文件呢，已经保存到了桌面上。我们摁住 hosts 文件，把 hosts 文件拖回原目录。这样就完成了全手动修改 hosts 文件的设置。这种方法的好处就是无需下载任何软件，手动即可完成。以上就是全手动修改 hosts 文件的方法。2. 半手动修改 hosts 文件。我们进入到 D 盘，进入到 Adobe Black Hosts 这个文件夹。我们选中 Adobe Black Hosts .bat 这个文件，点鼠标的右键，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出现这个界面之后呢，我们选2，访问网站获取更新。在弹出的窗口内，我们把井号下方的所有内容选中，井号上方的内容呢不要选。选中之后呢，我们点鼠标的右键，选复制。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井号上方的呢内容不要选，只选井号下方的内容。选完好之后呢，我们点鼠标的右键，选复制。
我们重新回到 Adobe Black House 这个文件夹，进入这个文件夹之后呢，继续选中这个文件，我们点右键，选用记事本打开，我们用滚动条上下滚动，找到 For 还有 Do 这2行代码，把这2行代码中间的所有内容删掉。原先这些内容呢非常多，我为了演示，所以说我只留了一部分，把 For 还有 Do 这2行代码中间的所有内容删除掉。删除之后，我们点鼠标的右键，选粘贴，把刚才我们复制的内容呢粘贴过来。粘贴之后呢，我们点文件，点保存，我们继续点文件退出。退出之后呢，我们重新回到 Adobe Black House 这个文件夹，继续选中 Adobe Black House 点 .bat 这个文件，点鼠标的右键，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我们又重新回到这个界面，此时我们再选1，插入到 House 列表中，这样就保证了我们 House 文件的最新，也就能够有效的防止弹窗的出现。摁1，当出现程序已经执行这个窗口的时候呢，就证明我们已经完成了 House 文件的插入。我们按任意键退出，这样就完成了半手动修改 House 文件，而且保证是最新的更新，达到了屏蔽 Adobe 软件连接服务器的目的，从而有效的屏蔽弹窗的出现。3、全自动修改和更新 House 文件。我们进入如下完整路径的文件夹内，点吸盘，点 Windows 这个目录，点 System 32这个目录，继续点 Drivers 这个目录，继续进入 etc 这个目录。进入到这个目录之后，我们选中 Hosts 这个文件，点鼠标的右键，选属性。我们在常规这项里头，把只读选项给它取消，点应用。我们继续点安全选项，在主或用户名当中呢，选第1项，我们点编辑。我们继续选主或用户名当中的第1项，在下面权限的窗口内，我们找到写入，把后面的允许选项呢打上勾，点应用，点是，点确定，点确定。我们进入到 D 盘，我们进入到 Switch Hosts 这个文件夹，我们选中 Switch Hosts 这个文件，点鼠标的右键，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进入到这个窗口，我们点上面的加号。Hosts 类型我们选远程。Hosts 标题我们随意起一个。下面 URL 我们填如下的链接地址。下面的自动刷新，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我们这里头选1分钟，我们点确定。回到这个界面之后呢，我们点刚才我们刚刚建立的屏蔽规则，后面呢把这个开关打开。我们再点前面这个修改、编辑按钮。我们现在点一下刷新。现在我们看到呢，我已经刷新成功。我们点确定。现在呢，就是已经刷新后的结果。这样呢，这个程序就会每1分钟就会自动刷新一次。
保障 hosts 文件的内容是最新的。我们点一下系统 hosts， 我们看一下系统的 hosts 已经更新了最新的内容。这样以后就不用手动刷新了，它会按你设置刷新的时间呢，自动更新 hosts 内容，实现了全自动更新，从而完成了全自动修改 hosts 文件，达到了屏蔽 Adobe 软件连接服务器的目的。此软件最大的好处就是完全实现了全自动更新，它可以按照自己设定的时间自动刷新 hosts 内容，这是此款软件的最大优点。方法3，使用 Adobe 通用补丁。Adobe GENP 几乎可以和谐所有 Adobe 2019至2024版本的软件，其方法简单方便，当然包括解决弹窗提示问题。我们进入到 D 盘，进入到 APPNEE 这个文件夹，我们选中 Adobe GENP.exe 这个文件，点右键，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出现这个窗口之后呢，我们点 Search 这个按钮，开始搜索。现在呢正在搜索中。Adobe GENP 这个软件呢，默认只搜索 Adobe 和 Acrobat 目录，所以说如果是点 Search 没有搜索到内容，我们就点 PATH 手动找到自己安装 Adobe 软件的目录。找到目录之后呢，再点搜索。现在呢已经搜索完毕，这是呢它搜索出来的内容。搜索完了之后呢，我们点 PATCH 这个按钮，等待程序处理完成。已经处理完成，我们点 MAIN 这个选项，点下方的 POP-UP 这个按钮，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整个 Adobe 软件的和谐过程。此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操作简单，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通过以上的方法，基本可以很好的解决弹窗问题。这些方法可以根据个人需要选择适合于自己的方法，但是需要记住，需要及时更新 hosts 屏蔽的内容。如果基于以上方法还是有弹窗，可以试一下两种方法相结合，比如同时使用防火墙规则和修改 hosts 文件，也可以尝试呢卸载 Adobe 全部软件，断网后重新安装，以防止软件在安装过程中连接到 Adobe 服务器进行版权验证，或者全新重做系统后再安装 Adobe 软件。以上方法设置完后，如果用了魔法或科学上网，Adobe 软件还有可能绕过上述设置，还会出现弹窗。所以使用 Adobe 软件时，尽量不要用魔法上网或科学上网，或者是在魔法或科学上网软件上做一些设置后再用。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